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23号，比特币价格现在是按我计划跌了回来，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提醒，短线我估计不会再进攻有可能它还是在这个位置箱体震荡。那今天视频来跟朋友们聊一下，也就是日线它现在收了一根空方吞噬下方量能是非常大，很多朋友也是在担心这个位置是散户在恐慌杀跌还是说主力有没有在这个高位出货。包括今天早上Discord 社群上面，比特币在跌的时候，程序是给了一笔多单的建议，是在$27,000附近。包括推特上面，程序也是同步给了一笔$27,000。有做对的朋友，我今天早上是在社群通知大家，你给我平快一点那至于原因，下跌是跌了回来，很多人是在探讨，其实加息也是整个市场预期有可能会加25个基点。我的观点是，其实应该降息那现在美联储是在打脸充胖子，他一边又在印钞，一边又在加息。其实我的观点是不用去管美元就是在没落。那比特币目前整个趋势向上的情况下，等下再来跟大家讲还有哪一些买点。如果这个位置矩形守不住，那下一次的买点在哪一个位置？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吧。其实昨天下跌也是意料之中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是美联储真的降息，也不排除主力可能会反着做，因为它是在空间的高位。那现在跌回来，其实它也是有整理的需求因为毕竟短短的不到1-2周的时间，涨幅是从$19,500涨到这一个接近29,000等于是涨了$10,000。我的估计有可能就是这个位置。如果在进攻的情况下，量能是在缩。那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其实早在20号的这一根 K 线，它下跌的时候量能就比之前的2根 K 线量要大，所以整个日线的形态明显的观察到，就是涨的时候没量，跌的时候有量，是这样子。所以昨天也是跟大家讲，我估计有可能包括这3根上影线也是不太漂亮说明这个位置有可能就类似前面的几个区间，比如说当时这个位置是立春的位置，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整理震荡，会有压回的需求。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它就是在整理震荡。参考的一根 K 线就是这一根，那前面参考的一根 K 线就是这一根那我们观察一下，它后面在这个矩形整理完以后，它有一次破位，破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今天早上在 Discord 社群上面也是有通知一些朋友，你如果真的有做对，短线速度快一点或者是留一半，还有一半的话反手设成你的成本，也就是这个27,000附近因为我也是担心这一次整理的话，它到底会不会破。确实现在是日线的形态，昨天在跌的时候量能也是很大。那至于这一根下跌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消息我们可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币安有可能会恢复收取比特币交易手续费也是币安的一个发言人证实的。那至于这一个，其实我是感觉短线有可能会有一个利空，但是整个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不变，毕竟整个1年多，它这边的形态都已经突破，早就整个底部的区间都已经脱离。然后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如果波段的朋友你去观察一下，它还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个$25,300附近的这个颈线位，就是如果这个矩形真的守不住，我们去观察一下它还有没有压回这个位置，也就是$25,500附近，我有画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就是去年的时候这一波从48000一直跌到这个低点的下影线位置，也是很接近$25,500或者是$25,400附近，这边有一片很重要的支撑区，我们到时候去观察。因为上一次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一根参考的 K 线，它后面上去美联储只加息25个基点，它后面压回的点位有把这根 K 线给破吗？没有所以我们尽量观察一下，也就是这个位置，它只达到这根 K 线前面的这个整理区。所以我的观点是，后续我们去观察，如果真的还要做多的朋友，除非你前面低点都没有听我建议，这个位置没买，或者是去年的整个底部也没有买，其实这一次再观察一下，你要利用时间去等不是每天进进出出。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昨天在高档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就是比特币这一条5均线是谈不上一个支撑的，因为我估计有可能万一是来一个跌破，
它这个位置5MA，其实整个区间都是在整理5天的一个成本。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就这2天的爆仓数据啊，昨天开始多单的爆仓量已经是开始增加了，昨天爆仓是爆仓了接近2亿美金啊。我们观察一下，它空单爆仓的数据还是相对比较平衡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目前还是在箱体震荡，没有像上一次的，比如说几个低点2万的比特币，当时这个位置基本上空单是不爆的，主爆多头。像这种这么大的一根爆仓2亿美金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再压回到，就是我个人判断的这一个25500美金附近。下一步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一根20的均线，它也将来到这一个整理区的高原位置啊，因为目前的话还是有一定距离，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去观察吧，它下一步有可能会移到这个高原的位置，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也就是早上这一根 K 线跌回来这个下影线的低点，它其实短期也就是这一个矩形，昨天有跟大家提到的，不排除我的观点是，如果在这个位置区间震荡的情况下，有可能短线的一个支撑就是在这一个前面这个上影线的位置啊，它这边是有一个支撑区。很多朋友也是在担心这个位置会不会主力在出货，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有可能就是主力在这个位置洗散户。当然也不排除它如果整理到位，下一次有没有挖一个坑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到时候看会不会再拉上去啊。所以短期我们尽量就以矩形来对待。另外我想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比特币4个小时昨天的形态哦，我们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特别是这个期货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它量有很明显的放大吗？没有啊，4个小时是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有很大的成片的大量放出来，所以这个位置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它突破有可能就是在放陷阱。如果是真的突破，必须要很大很大的量，所以像这种量根本就跟不上前面整理的量，那这种突破它其实就是一个假突破。所以包括现在4个小时里面也是有一个空方的败象，跌回来现在是有放量了，所以我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需要震荡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丝绸线啊，它昨天打的这个低点其实也是在撑这一个4个小时丝绸线的60 EMA。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它一波趋势很强势的情况下，真的要转为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它不排除有可能会打个几次这一个60 EMA， 也会有反弹，不一定会一次穿啊。当然上一次在这一个低点的位置 20K 破位的位置，比特币是根本就没有测过这个60 EMA 啊，直接就扭转整个趋势。不过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比如说之前的几波走势，就类似1月份初的时候这一波上涨起来，它也是在这个位置测了一次60的 EMA，第二次再测了一次60的 EMA， 然后它整个趋势就开始转为一个调整的走势，就类似短期有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目前我的观点也是一样，我们尽量就观察这个位置，它4个小时目前是在测这一个60的 EMA， 不排除我的观点有可能是需要整理震荡一段时间，到时候看要不要做方向的选择。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留图。